詹姆斯·史密斯看到叶晨，整个人惊喜无比，同时也有了一种绝境中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激动。叶晨好奇地问道：“史密斯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史密斯下意识地恭敬回答道：“回叶先生，FDA 有几个临床项目是与费氏医疗科技中心合作的，我今天过来是完成一些例行工作。”说完这些，还没等叶晨说话，他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不止地说道：“叶先生，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特别希望能够跟您再见面，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我去过金陵几次，可是九玄制药的人还有那个洪五爷都不愿意帮我牵线搭桥。那个洪五爷甚至收了我好几次介绍费，可就是一直拖着不帮我办事。”叶晨身后的洪武撇撇嘴，开口道：“你这洋鬼子一心想见叶先生，本就是不安好心，我他妈还不知道你。你们不就是想找叶大师买九玄再造丸，然后带回美国逆向研发吗？我还就明摆着告诉你，你们给的介绍费我1分都不退，有能耐就告我去吧。”史密斯听到这话，整个人吓了一跳，这才发现原来洪武就跟在叶晨身后。他慌忙对叶晨解释道：“叶先生，我想找您可不是为了逆向研发九玄再造丸，我是作为 FDA 的负责人，真心实意的想引进九玄再造丸进入美国市场销售。”说着，他又补充一句：“除此之外，还有我儿子的病。之前从您那里买到的20盒九玄再造丸都被白宫的特权阶级搜刮一空了，真正能用于我儿子治疗的九玄再造丸少之又少。他之前的情况好不容易好转了一些，可是由于一直没有九玄再造丸，所以最近的情况又开始恶化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哽咽道：“叶先生，我儿子今年才12岁，却已经被癌症折磨了好几年，您如果不救救他，他恐怕熬不过这个夏天了。”叶晨看着他微微一笑，开口道：“史密斯，九玄制药本是非常希望能够将九玄再造丸拿到美国来上市的，但是其中发生了什么，我想没有人比你更清楚吧。最开始就是因为你个人的傲慢与偏见，当场拒绝了我们这款药，同时你还对九玄制药的魏经理大放厥词，是魏经理看在孩子实在可怜，不希望他丧命于你的傲慢和愚蠢，所以才给你留了一盒九玄再造丸。后来你们又买了我们的药回来做逆向研发，不要以为我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你们美国一直标榜为全世界最注重知识产权以及专利保护的国家，但是 FDA 竟然和美国军方一起牵头来逆向研发我们的药物，这本身就是毫无职业道德、毫无知识产权保护概念的无耻行为。”说着，叶晨又继续道：“那之后九玄制药抓获了大量美国特工，这些美国特工几乎都是美国军方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到华夏的，他们潜入九玄制药究竟是想做什么？不用我说，你也应该很清楚吧？”史密斯顿时羞愧难当。作为 FDA 的负责人，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再清楚不过了。在证明了九玄再造丸对癌症有着极佳的治疗效果之后，白宫就非常希望能够掌握这款药的核心配方。在美国，虽然平时大家都说要尊重知识产权，但这种屁话完全是见人下菜碟。如果是 J.K. 罗琳写的《哈利波特》，虽然很赚钱，但对美国起不到任何战略价值，那白宫也不会对这本书感兴趣，更不会对它做出什么侵权的行为。可如果是其他国家、其他企业发现了什么具有战略价值的专利，那白宫一定会第一个想办法把这项专利技术搞到手。九玄再造丸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管患者得的是什么样的癌症，也不管患者究竟到了什么样的阶段，
哪怕是已经全身转移，甚至已经引起器官衰竭，随时都能死亡的中末期患者。只要吃了这种药，都能立竿见影的有所好转。这种药如果只是拿来赚钱，那它绝对能够在全世界疯狂吸金，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旦得了癌症，恐怕都会拼尽全力的把自己的毕生积蓄交到九玄制药的手上。若是再把这种药视作战略物资，那不但能从其他国家手中赚钱，甚至还能以此作为谈判筹码，逼迫对方做出更多让步。所以白宫第一念头就是这么好的东西，他们一定要得到。史密斯看出叶晨的不满，哽咽着说道：“叶先生，您说的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我的掌控范围。我毕竟只是 FDA 的负责人，负责的是药物的审批与监管。至于军方和中情局是否派出特工，我实在没能力干涉。”说着，史密斯看向叶晨，苦苦哀求道：“叶先生，我现在只求您能够看在我是一个癌症患儿的父亲，再卖给我一些九玄再造丸，让我儿子能够活下来。”叶晨淡然一笑，开口道：“不好意思，有件事情没告诉你，因为九玄再造丸的原材料和产能都有极大的限制，所以经过九玄制药的慎重决定，九玄再造丸将无限期放弃海外市场。你听清楚，是放弃所有海外市场，并不是仅仅针对美国。其实九玄再造丸就是叶晨专门弄出来刺激 FDA 的。当时 FDA 对中成药有着非常大的敌意，所以九玄制药的九玄胃散、九玄护肝片、九玄固金散都很难通过 FDA 的审核。无法通过 FDA 审核，不仅仅意味着这3种药不能在美国上市，因为整个欧美有很多国家在医药方面的标准都非常深地借鉴美国 FDA。 如果一款药通过了美国 FDA 的审核，欧美许多国家都会对这款药敞开国门。可一旦这款药被美国 FDA 拒绝，那其他国家对这款药的审核流程也会严厉许多倍，甚至也会跟 FDA 一样拒绝审批。所以叶晨采用散血救心丹搭配九玄固金散，制出了被 FDA 奉为癌症第1特效药的九玄再造丸。可是这九玄再造丸本身就不是一种可以真正量产的药物，而且九玄再造丸已经为九玄制药打响了知名度，在这种情况下，九玄再造丸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史密斯听到叶晨的话，眼泪登时夺眶而出，哭着说道：“叶先生，我听说九玄制药在华夏针对家庭困难的中末期癌症患者有免费的集中治疗，我恳求您能不能给我儿子一个名额？我的小吉米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不忍心他继续承受癌症的折磨。”叶晨表情严肃地说道：“你自己也说了，九玄制药的免费医疗是针对家庭困难的中末期癌症患者，首要条件就是家庭困难，这一点好像你和你的儿子都不符合标准，更何况这项活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针对华夏患者，无数华夏患者都还等不到这个机会，我又怎么可能把宝贵的名额给到一个完全不符合标准的外国人？所以不好意思，我也没办法帮你这个忙。”史密斯哭着说道：“叶先生，可是您如果不帮他的话，他很快就要死了，您不能眼睁睁看一个12岁的孩子被癌症夺走生命啊。”叶晨点了点头，认真道：“说到死亡的问题，每天都有无数人因病去世，这其中也有很多孩子和你儿子差不多大，亦或者比他还小，我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治好所有人。所以史密斯先生，道德绑架这种低级的策略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你与其在这里道德绑架我，那你为什么不去问问瑞辉，
诺华这样的药企，全世界每年那么多死于白血病的儿童，为什么他们依旧要把药品的价格定得那么高？为什么不把药品发放给每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儿童？非洲有那么多儿童，现如今还填不饱肚子。1亿美国家庭，如果一家援助一个，能让1亿非洲儿童吃饱穿暖；一家援助2个，非洲儿童的饥饿问题恐怕就彻底解决了。可你们为什么不这么做？苹果公司一年赚500亿美元，为什么眼睁睁地看那些傻子为了买一台苹果手机去卖肾？为什么不直接送1台给他们？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今年全球销量将突破100万辆，可第三世界国家有那么多人买不起车，为什么特斯拉不把车送给他们？叶晨见史密斯一时间无言以对，便淡然说道：其实你心里也清楚，企业的第一目标是生存，第二目标是盈利，无论是药企还是科技企业、制造企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撑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如果要求他们免费把药拿出来，那以后就没人继续研发新产品了，科技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这就是市场规律。说着，叶晨又道：所以咱们把话说回来，大家都是成年人，道德绑架这种招数就免了，太 low。 史密斯的表情顿时陷入绝望。叶晨这时想起什么，又道：哦对了，如果你真想做点什么来拯救你儿子的性命，就先拿出足够的诚意出来。史密斯脱口道：我有足够的100%的诚意。叶晨淡淡道：那我建议你把工作辞了，带着你的儿子到华夏去，先尽你最大所能，不求回报的在华夏做一些慈善事业。如果你确实用心了，或许九玄制药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说着，叶晨又提醒道：但你要记住，我说这些不代表你付出了一定就能得到你想要的回报，而是在这个社会，你想要回报就必须先行付出，更何况你还要为你自己当初对九玄制药的傲慢与偏见付出代价。当初若不是为经理乙的抱怨，留给你一盒九玄再造完，你儿子恐怕已经被你害死了。所以如果最终的结果是让你失望的，你也应该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